今天我们要来用 AI 的自动化来帮我们查行事历、新增行事历。我今天下午4点有一个行程，我就可以在 LINE 上面问他说：“我今天有什么行程吗？”然后你就看到这边这样跑过去，他就帮你查，查完之后就会回你，就是说：“少爷，你今天下午4点有一个跟小张的会议。”还不止这样，我可以跟他说：“我明天2点到2点半还要在小张队开一次，所以你能不能帮我加上去？”嘣嘣嘣嘣嘣 ，Watch this 哦。今天我们要用的软体叫做 N8N， 这个影片会预设你完全没有用过 N8N， 所以我们会从注册开始。如果你已经注册过了，你可以跳到下一个章节。那么首先我们来 Get Started， 这里输入你的名字，我就叫它 Nova YouTube 好了。你再看你自己要不要。这里有一个 Start Free 14-day Trial， 你有14天的免费试用，我会在14天之内教你怎么样一直免费使用它。好的，这里你就可以简单挑一下，我是 CEO， 少于20人，要不要邀请你的朋友？要。哇 ，Start Automating， OK。这里你会看到上面写14 days left in your N8N trial， 就是你还有免费试用14天，你没有绑信用卡，所以过期之后它也不会刷到你的卡。好，那么我们就准备进入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我们要来新增对话框，让我们能够输入讯息。这里我可以按这里 Start from Scratch， 或是右上角的 Create Workflow， 它都会导到一样的地方。如果之后你有一些工作流了，那这2颗按钮就会不见，所以我就习惯按右上角的 Create Workflow， 一个工作流。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Add First Step， 你的第一步。自动化的触发，意思是它是被事件触发，又或是被时间触发。所以想象一下，如果后面那个门是自动门，它是被事件触发还是被时间触发？答案是2个都有可能。如果今天我人走过去，它感应到我了，门打开，那是被事件触发。所以这个事件是当我人出现在那个门的下面。那么什么叫被时间触发？比如说早上11点。搜狗百货门就自己打开来，那个也算是一个自动化，那它就是属于被时间触发。所以我希望我传讯息之后，它新增一个行事历，或是它查询一个行事历，它是被时间触发还是事件触发？没错，被事件触发。哦，好有 Dora 感哦。没错。喷水滑梯，首先我们要找到 Add First Step， 你点下去之后，我们要选事件。那这里呢，就是有 Schedule 时间，但我们要选的是 On Chat Message。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出现 Open Chat， 你就可以打字 Hi。它就没有回任何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孤单的聊天室，因为你只是用聊天触发了这个自动化。你看到第一个被打勾了，所以你看哦，我如果这边打你好你好，你看它跑，所以一个东西跑到右边去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工作流一步一步这样串过去。那现在你先把这个删掉，在右上角有一个 Import from File。这里就可以把刚刚的2503行程大哥给它放进去。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讲义，所以你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发展的进度。那你的实作区就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在每一个阶段结束之后，请你按下右上角的 Save， 去确保它一定会存下来。OK， 那么我们刚刚第一步做到的就会是开启一个孤单的对话，你把它拉过来，那你就按这个 Open Chat， 所以就可以跟他说你好，会回吗？
不会回，因为它后面没有接任何东西。以上就会是我们的第一阶段，我们开启了一个对话。欢迎来到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会挑2种可以聊天的对象，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付费的。免费我们今天要用的是 Grok， 付费的当然就要选我们的 OpenAI 老大哥。那么首先呢，我可以把它往下，你按 Shift 框住你的实作区，稍微练习一下，因为之后你可能会需要一次拖很多个小框框。你把它整个往下拖一点，让它跟第2阶段平行，所以你可以去稍微对照一下第2阶段你最后会做成什么样子。你可以连的是免费的 Grok， 也有可能是付费的 OpenAI。那我们就先来串这个免费的 Grok。首先，你的下一步，我希望它是一个 AI， 对吧？我希望 AI 能够跟我进行对话。所以你先选 AI， 选下去之后，你往下看，这里有一个 OpenAI， 那个就是只能聊天的 AI， 能够跟你打哈哈的那个 AI， 就你跟 ChatGPT 聊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但今天我要用的是上面 AI Agent， 我希望它可以打开我的 Google Calendar， 我希望它可以新增我的行事历，这种你就会用到 Agent， 因为 Agent 它会有3只手。哪3只？我们来看，一样跳出来之后，你先按 ESC， 你会看到它有3只手。第一只手叫做模型，是它的 model， 它的大脑是谁？比如说 Grok， 比如说 OpenAI， 那 OpenAI 你就可以挑，你要4，你要 O1， 你要 O3， 都可以这样调。第2个是 memory， 是它的记忆。我跟他说我喜欢吃草莓，他说哦好，草莓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说我刚刚说我喜欢吃什么，他会说我不记得了。所以 memory 是你可以让他记住对话的历史记录。那最后的拓就会是我们要放 Google Calendar 的地方。好的，那么我们就先来加 Chat Model， 我们先把它的大脑装上去，按下这个加，它就有很多种大脑可以加。那我们现在要选的是 Grok Chat Model， 点下去之后，你只有一个地方要放，这里 Credential， 这个地方你要放你的 API， 这里你具体要放的东西呢是一把钥匙，是 Grok 他们家的钥匙。意思是我今天在对话框我说你好，这个你好的讯息要传到Grok 的电脑，然后 Grok 的电脑我就可以用这把钥匙把 Grok 打开来，然后把讯息丢进去，然后 Grok 才可以看到。Grok 看到说然后说你好啊，你在干嘛？这个讯息会再传回来。所以这个 API 是打开 Grok 他们家的钥匙。那我们要怎么去拿呢？很简单，你就打 GROQ， 好，再空格 API。你要拿任何一个软体的 API 的时候，你就打软体的名称空格 API，SEO 会帮你找到它。来，点下这个 API key， 点下去之后，你就选 Login， 你就 Login with Google， 然后就连你刚刚的那个 Google 账号。进来之后，右上角你会看到 Create API Key， 在串自动化的过程中，你会开启很多把钥匙，你会设定很多个节点。我自己的个人习惯会在这边带大家一起养成，把命名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边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命名 Nova 2503，意思是这个是2503，是我们在2025年的第3支影片。那重点是你可以记得这一把钥匙是在这个时候被开出来的，因为到时候你比较好追踪，你如果有10把钥匙，你才知道哪一把钥匙是做什么用的。这里就按 Submit， 你拿到这把钥匙之后，你按下 Copy， 回到你的 N8N， Select Credential， 你现在要把钥匙放进去了，点它 Create New， 刚刚提到
命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呢，我就叫它 Nova-2503。那我就把 API key 放进去，按下右边的 Save。在它跑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它有一个绿色的框框，写着它成功连接了。如果你失败的话，你可能回到 Grok 的地方看一下钥匙有没有完整复制到。回到 N8N 储存之后就按叉叉，这里有一些模型可以选。我现在的拍摄时间是2025年的5月4号。我目前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个 Meta 的 Llama 4，这样就好了，你就把它的大脑接上去了。你按一下 ESC， 退回到你的首页，你会看到你的大脑已经接上去了。所以在第2阶段，你看哦，我如果跟他传讯息，我说你说说你是谁，他触发了之后，他会到下一个 AI agent， 然后使用 Grok， 这个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感觉。你会看到他就说我是 Llama， 一款由 Meta 开发的语言模型。 Grok 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硬体商，我们用到的模型是 Meta 脸书他们家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串上了 Grok 咯，然后这是免费的版本，所以你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现在我要介绍怎么样串 OpenAI 的版本。现在你把 Grok 移到旁边去，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垃圾桶，把它切断，按下加。这里我要选的是最下面的 OpenAI Chat Model， 点下去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活动这时候你还有没有。那现在它有100的 Free OpenAI 的 API Credit， 意思是我不知道它的100是什么100，不过你如果点一下这个 Claim Credit， 你就可以拿到100的 Credit， 所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我这边一样教一下，如果之后你会用到付费版的 GPT， 我来教大家怎么用。这个 ChatGPT 的付费版跟 OpenAI 的这个 API 钥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独立世界，所以不能混为一谈。你有买付费版的 GPT 跟这个钥匙是不相干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在你的自动化里面使用到 OpenAI 的话，你在网络上搜寻 OpenAI Platform， 然后你看这里 API Key， 老样子点进来 API Key， 进来之后它一样让你登录，你就用你的 Google 登录就可以了。 Google 登录，进来之后我是 Nova YouTube 08121998，我是 Nova YouTube， 我是 Very Technical。 有没有要 invite 你的团队？没有，我等等再加吧。要不要现在加钱？等等再加钱吧。进来之后，你到右上角的设定，你可以看到 API Key， 这里你就可以开你的第一把钥匙。那我就习惯，我就按右上角这一把钥匙，我一样叫它 Nova-2503。那这里的 project 呢，你就选预设就好了。如果你之后有很多个专案，不同专案有不同的钥匙，就可以像资料夹一样去管理它们。按下 Done 之后，你会看到钥匙在这里。那我刚刚犯了一个错，就是我没有复制那把钥匙。这把钥匙呢，你刚刚看到了，对不对？如果你按下关闭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这把钥匙。所以呢，我先把它删掉，再加一个新的钥匙，叫做 Nova-2503 Default。我就把这一个 copy 起来，回到我的 N8N， 这里我就可以按下拉 Create New Credential， 加新的 API Key。老习惯这个好好的命名它，所以我就叫它 Nova-2503 API Key 填。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米字号？这叫必填的意思。那下面这个没有必填，就不要管它。这里我就按 Save， 测试成功，把它关掉。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用到你的这把钥匙。那这把钥匙呢，因为它是以量制价的，所以到时候如果你要开始使用 OpenAI 的话，你会需要到下面这里有一个 billing 的地方，你会看到它现在是0块钱。
你要按 Add Payment Detail 去把你的卡刷下去。OK， 不过在今天的实作里面，我们统一就会先使用这个免费的 Grok 模型。如果他今天让我觉得你好笨哦，那我就再偷偷换一下 OpenAI， 所以我就把 OpenAI 移到旁边，然后把它删了，把 Grok 给它连上去。好习惯，我们按右上角的 Save， 我们来测试一下，你听得到我说话吗？我听得见，你想聊什么？它这个简体我们等一下再来透过 AI Agent 写一点 System Message， 我们再来处理它。所以第二阶段找人搭话，我们把我们的对话框跟 AI 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有免费的 Grok， 有付费的 OpenAI。那么下一个阶段，我要让它有记忆的功能。在第三个阶段，我们要让它有记忆的功能。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我把画面拖过来一点。在 Memory 的地方，还记得 AI Agent 有3只手，一只手是它的大脑，一只手是它的记忆，第3只手是等等，我们要串 Google Calendar。现在我在 Memory 的地方，你可以挑各式各样的这种长期记忆。那么这里呢，初心者推荐使用 Simple Memory， 它有一个缺点，它是短期记忆。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 Context Window Length， 意思是它能够记住多长以前的对话记录。如果是5的话，就可以记住前5次的对话记录。那在之前的，它就记不住了。不过这个串法非常的方便，然后以我们现在的情境来说，绰绰有余。所以在这里我可以输入一个10，这个数字越大，当然它能够看到的东西越多。那 Grok 没关系，因为 Grok 是免费的。但如果是 GPT 的话，如果你用的是 OpenAI 的 Chat Model， 那是以量制价的，所以这个历史记录，你的每一次传讯息的费用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一点要小心。好的，那么它现在有记忆功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这里到触发的地方，这里有一个 Open Chat， 点一下，这里我可以重置这个聊天室。所以我先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就跟他说我喜欢吃草莓。我也是，好，我刚刚说我喜欢吃什么？他就说，你还没有说你任何你喜欢吃的食物，但明明就在前面，明明就在这里，对不对？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记忆的功能给它接上去，接上去之后还记得吗？它会记住前面10次的对话记录，所以我按 ESC 退到首页的地方，重新整理。来，我喜欢吃草莓，你真的喜欢？我刚刚说我喜欢吃什么？草莓。OK， 这个记忆功能就来了。那么之后我们会再跟大家聊怎么样去建立它的长期记忆，怎么样去更新它的记忆。按住你的 Command 跟你的滑鼠，或是如果你是用笔记型电脑，就这样缩一下，捏一下，捏一下，捏一下，按住空白键，可以这样子滑动，用 Shift 去框住你的实作区，往下滑。第4阶段，我们会新增一个可以查询 Google Calendar 的工具。那么查询跟新增是2个不同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单独去设定。那我们就来吧。在这里，我按下拓的加，这里是它的第3只手。我按下加之后，这里我就找 Google Calendar。嘿，点开来之后，密密麻麻的，不用紧张。首先，我们要先做的事情是命名。在 Google Calendar 的地方，请你
改它叫做 search event， 查询你的行程。这个 search event 很重要，因为等一下我要跟 AI 说，如果你要查行程的时候，请你用 search event 这个工具，所以这个名称要好好设。来，加 credential 还记得吗？我们刚刚在 Grok 在 OpenAI 我们不是都有设一个叫 credential 吗？我们要去拿钥匙，为什么？因为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他们家的门。今天你如果要 AI 去你的 Google Calendar 打开你的 Google Calendar 去看你的行程，那它就必须要有你 Google 的这个权限，对吧？所以我们来加新的 credential。那这里老样子，给它好好的命名，你之后有可能会串不同的信箱，所以这里我就叫它 YouTube 小老鼠 meetnova.com， 你就看你的信箱是哪一个，你就取这个名字。这里 sign in with Google， 连接你的账号。在这里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资安跟方便它真的是一个双面刃。你看现在的广告不都非常的方便吗？我好像早上在聊一些泰国的旅游，下午的广告就在打泰国的旅游，所以这个地方你可能要想一下你的 Google 的行事历有没有非常非常非常机密的东西，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下午不要出现在那个地方。如果还好的话就全选，然后继续。我是 OK， 那之后我们也会教 local 的版本，因为现在我们是在云端上，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安全。相对来说，但我相信 N8N。但如果你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隐秘的资料要给 AI 看的话，那你可以用 local 的方式，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教。那现在你看到绿绿的，代表连接成功了，你把它关起来。这里 tool description 你就把它 set automatically， 这个就先不用动它。那这里我要选 event 就是你的行程，比如说下午的会议啊，明天的外出，这都是 event。 operation 的地方往下拉，你要选 get many， 因为我希望它可以看我接下来的所有行程，所以它可能会不止一个。你如果选 get， 它只会抓一个；你如果选 get many， 就会抓很多个。get many 点下去之后，这里就会问你想要从哪一个行事历，你就选你的这个 email。 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是，它只能看单一日历。你看我左边的日历现在只有 YouTube Nova， 就是它预设的。我如果这边开新的行事历，建立新的行事历，我就叫它线上会议。你会看到我现在有 YouTube Nova 跟线上会议，所以我如果现在回到我的 N8N， 这里的 Calendar 就会出现2个，你可以按右上的点点让它 refresh。 再一次，你会看到这里就有线上会议，然后台湾解禁跟你预设的这个账号。如果你的会议是放在你预设的，那它今天如果有行程在线上会议，它会找不到。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有很多个日历，那你要查的话，那就变成是你每一个日历都要有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这里我就放一个线上会议，那我可以选 Return All， 意思是我所有接下来的会议都帮我拉出来。这里你会看到你的这个查询区间，它预设的区间是从现在到1个礼拜之后，从现在到1个礼拜之后这一个区间的所有行程。所以你看哦，我如果现在这边设定好之后，我按 ESC， 然后我就到我的行事历的地方，我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就说 meeting with 假设 Diana， 我就把它设定为线上会议。那我如果有一个8点到9点，我说 meeting with Diego， 然后我就把它设为 YouTube Nova。 你看哦，所以我有一个是放线上会议，我有一个是放我预设的 YouTube Nova。 给大家看一下，我如果现在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有什么行程吗？他就说今天晚上的行程是跟 Diana 的会议。那你会看到 Diana 的会议是这一个线上会议的，他并没有查到 Diego。但我如果把 Diego
把它变成线上会议储存，所以这2个都储存在同一个日历，是这个线上会议。回到我的 N8N， 我如果再问他一次，今晚有会议吗？他就会说有，今天有2个会议，一个是跟 Diana， 一个是跟 Diego。所以如果你今天有3个日历，你就会有 search 线上会议的，可能 search 你的实体活动的， search 你的个人行程的，就会有3颗 search 的行事历。那在第4阶段，我想要带大家写一点点的 system message。你到 AI agent 的地方，其实我们在跟 ChatGPT 或是其他的 AI 互动的时候，它会寄2包资讯，一包是用户的讯息，一包是系统的资讯。所以今天你如果在 OpenAI， 你在 ChatGPT 你传讯息，你就说 GPT 你好，你在干嘛？这个讯息会跟一个 system message 一起被送出去。那个讯息可能会写你是一个很棒的小助手，你这个很棒，然后你不会带坏用户。那如果今天你是在大陆，比如说 DeepSeek， 那今天 DeepSeek 你的用户讯息如果是请问60加4等于多少？你送出去之后，它的 system message 可能就写着我不能说64，所以这个讯息送出去之后，它会被 system message 这个系统讯息挡着，会被挡回来，所以就会报错。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用户的讯息，所以这是一包。那么我们在 N8N 的平台，我们可以自己来写 system message， 所以你就到 add option 的地方选 system message。那在这里你会看到它预设是你是一个 helpful assistant， 你是一个有用的助手，那我就把它删掉。这边我会带大家写一点 expression， 就是有点像函数，有点像 Google Sheet、Excel 的函数。你可以按右下角这里，你可以放大。好，这里我要用一个 Markdown 的格式。什么叫 Markdown？ 它叫井空格，然后后面的东西会变标题。所以我如果说任务，然后这里有工具 tool， 所以意思是这里有2个大标题，一个是任务，一个是工具。那我们刚刚的第一个工具叫做 search event， 我这里就可以写说，如果用户想要查讯息，用这个工具帮他查。你的名字叫做行程大哥，然后你会称呼用户少爷，上着少爷，帮少爷查行程。好的，那么我就按叉叉叉叉，所以我如果现在跟他互动，他应该会叫我上着少爷，我就说你好，上着少爷你好，我是行程大哥。那我这边就跟他说，帮我看看今晚有什么活动吧。他说，上着少爷，根据我的查询，今晚有2个会议，一个是 Diana 的会议，一个是 Diego 的会议。那么这里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在查的时候啊，他一定都是从现在开始查，一路查1个礼拜。但我觉得不一定，有可能我只要查明天的，我可能要查后天的，但他每次查都一定会从现在开始把一整个礼拜全部都拉出来。所以这里呢，我要来教大家写一点点的 expression。所谓的 expression 呢，它的表达都是用2个大波浪包进去的。所以这里打 expression， 你就输入右上角有一个大波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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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就可以放东西。在 Google Sheet 跟 Excel， 我们会从等于开始，你就可以开始打你的函数。在 N8N 我们是用钱开始，然后这里我希望 AI 决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查，所以我就打 from AI， 从 AI 去帮我想这个格子应该要放什么。那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打刮胡，里面呢他就问说，那我这个格子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你看这里不是有很多格子吗？这个格子叫 action， 这个格子叫 chat input， 这里我就叫它 after time， 因为它这边写 after 嘛，就是你想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查。那因为它是文字，所以它的头跟尾
要上双引号。这个我们在 Google Sheet， 如果你有写文字的话，你可能也会对这个有点印象。一样，这里也要双引号，你要对这个名字去做描述。The start date and time user want to search， 意思是用户想要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查，那我就把它复制起来，把它贴到后面这里。那这里呢，我就把它改成 before time， 所以这里我就打 the end date and time user want to search， 所以你会看到它现在被改成由 AI 来决定要查从哪一个区间开始，哪一个区间结束的行程。OK， 我们来测试一下，帮我看看今晚有没有会议。他就说 OK， 今晚有2个会议。你会看到他回答是一样的，但有趣的事情是，你如果点开来，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after time 跟 before time， 那你会发现它的时间其实是错的，他查的是2023年的4月29号。那你说，那他为什么查得到？因为你看，他其实在查完之后，右边并没有送东西出来，所以其实他现在之所以能说的原因，是因为他调动了记忆。所以很多时候你其实是会需要看每一个节点，每一个 node 它 input 的什么 output 的什么，有时候魔鬼就在细节里面。所以现在的状况是，这个 AI 它其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几点了。我们打开 AI Agent， 在这里按下去之后，我要让它知道现在几点。方法呢，就会是你就打井，你就打现在时间，那可能 current time。那这个英文只是我个人的小喜好，那我就可以这里也要打函数，我就打2个大波浪。大波浪里面呢，记得吗？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在 Google Sheet 跟 Excel， 我们会用等于开始。那如果是在 N8N 的话，我们就要用前。那这里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Now 可以选 Now，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时间是5月7号的下午4点55分，我就按 ESC 退出来。那么作为测试，我们来测看看，我来加一个明天的行程。我把它放在5月的8号，然后 meeting with 假设小张，然后再来一个复制5月9号的下午3点，这个小白白。好，所以我就有明天的行程跟后天的行程。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重置，再来一次。帮我看明天有没有行程。他说明天有跟小张开会，是5点到6点，所以我们来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 search event， 这里的开始时间是明天的00，结束是后天的00。我们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我可以在这里我就说，如果用户想要查明天的行程，查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好。有可能我晚上有个人行程，我只要他查上班时间的内容就好。所以你看哦，我开始帮这个 AI 去设规矩，我有点像在做行前训练，让他做教育训练，让他知道这个任务应该要怎么样被执行。叉退出 EXC， 来重新整理明天的行程。他说上哲少爷帮你查到明天的行程了，所以他查到了，但他没有讲。来，所以这边可能说一定要跟用户说那个时段有没有行程。看一下，如果用户想要查讯息，用 search event 帮他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第4阶段做了什么。在第4阶段，我们新增了一个工具叫做 search event。
所以点开来之后，这里的 after 跟 before 是我们请 AI 自己决定要查哪一个区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具体的做法就会是打前，然后 from AI， 那这边就会是这一个容器的名字。什么叫容器？给大家看一下，明天有什么行程吗？看一下，明天有一个跟小张开会，下午5点到6点，所以你看5点到6点，我如果把它移到4点到5点，明天有什么行程？他说哦，下午4点到5点要跟小张开会，所以你会看到 search event 这里的 after time 跟 before time 是我们请 AI 自己去决定要填入什么时间。那么等一下呢，在第5阶段，我们就要让它来新增行事历咯。欢迎来到第5阶段，在第5阶段，我们要来加一个工具，叫做新增行事历。一样，我按 Command 用我的滑鼠，或是用你的这个键盘，给它稍微缩小一点，按住你的 Shift 键，这个框框，把你的实作区框起来，往下拖，按下空白键，可以滚你的整个画布，滚滚滚。在第5阶段呢，我们具体就是会多一个新的，叫做 Create Event。那么来吧，我可以直接点它，右键有一个 Duplicate， 你可以复制你刚刚的这个 Search。但是有一个事情很重要，什么事情很重要？我先把它连起来，然后呢，这里面我要帮它改名字。说过了，名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里我就叫它 Create Event。Enter。这里呢，一样是我的账号，这边一样，先不用理它。那么这里 resource 的地方是事件，对吧？我的行程，这里我不是要 get， 我没有要查我的行程了，我要 create， 我要你新增行事历。点下去之后，这里一样是线上会议的这个 calendar。那么这边它预设是现在，结束时间是1个小时后。所以我不管跟他说我要加什么行程，他都会从现在开始推1个小时。给大家看，博安 EXE 退出，我们来看一下哦。我如果跟他说，帮我新增一个行程是去买菜，好。他很聪明，他直接用到了。但之后如果你的工具比较复杂的时候，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在 System Message 的地方去直接把它写在工具的地方，它会比较好去操作。所以这边我也一样好习惯，我们就给它写一下2 Create Event。这里呢，我就说，我就把这个复制起来。哦，这是行程。如果用户想要新增行程，用 Create Event 帮他新增 OK， 所以我现在把它关掉。来，我们再来测试一次。他新增了一个去买菜，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是无标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定义这个行程要叫什么名字，所以它名字就会一直都是无标题。你看哦，我回到我的 N8N， 我就说新增一个明天的会议，时间是下午2点到3点，跟 David 开会。OK， 你看哦，他说他设了一个2点到3点哦，跟 David 哦，你看哦。不开玩笑，它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 AI 胡乱的地方，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然后你看现在是5点03，然后现在是5点05，所以03分、04分，它就是从现在去加1个小时的一个行程。我先把这2个删掉。那么这里呢，我回到我的 N8N，
我要解决2件事情：一，我希望会议这个行程的名称它可以帮我命名；二，我希望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可以由 AI 来决定。所以我就打开 Create Event 的地方。我们现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在 Add Field 的地方往下滑，找到 Summary。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 Summary， 就是行程的名称，你应该就叫个 Event Title 不就好了吗？你看哦，我如果这里我就叫测试，那么我就说新增一个行程是去买菜。他就说买菜的行程新增成功，所以我现在到日历，我可以看到一个测试，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summary 就等于是这一个行程的名称。那么现在我要让 AI 来决定这个行程要叫什么，还记得我们要用谁吗？我们要用一个叫做 from AI 的函数，所以点开我的 create event， 往下滑一点，这里Fix 是文字，但我要选的是 expression， 我想要用表达式。那这里呢，老样子，大波浪，里面我就打前，就跟 Excel 跟 Google Sheet， 我会从等于开始，它才可以触发函数。这里我就打 from AI， 那么里面它就说 OK， 这个要叫什么名字？我就叫它 Event Title， 会议或是这个行程的名称。那么我就出去逗号，因为它的双引号就是要标注这个文字的，所以你要小心你的逗号要在外面。那一样双引号，你要针对这个 event title 去做说明，所以这里就写很简单 the title of the event。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次咯，新增一个行程是去买菜。他说上泽少爷买菜的行程新增成功。我们来看一下 OK， 去买菜，但他菜打错了。这个呢，就是因为 Grok 这个免费的笨的，没有办法，它笨的。如果你今天用 OpenAI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你先去旁边断开，换你上阵。一样的任务，我们来看一下，新增一个行程去买菜。换 OpenAI 的脑子咯。我想的比较久一点哦。哇，好，你看这个是免费的，这个是付费的，多少有差，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去买菜这个字就答对了。OK， 一样，我先把它们都删掉。回过头来，我们现在要来解决的问题是，我希望这个行程的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可以由 AI 来决定。所以呢，我把这个内容我改成前，然后 from AI， 这里我就叫它 start date， 开始的时间。那我就逗号，那我要针对这个时间做说明，所以我就说 the start day and time of the event， 这个行程开始的日期和时间，我把它复制起来贴到下面，因为我只需要把 start 改成 end， 把 start 改成 end。 所以来看一下，我如果现在关掉这个页面，我就跟他说，我明天早上10点想去跑步，大概半个小时，帮我上行事历。所以它就会用到 create event。 我们来看一下哦。上泽少爷，你的跑步行程已经上行事历，是明天5月8号的10点到10点半。行程的连结点进去看一下。明天的8号早上10点跑步 ，OK， 这个就 perfect。那现在回来，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希望我的这个行程有一个特定的格式。我可以回到我 AI agent 的地方，我把它打开来，我可以说，当新增会议行程的时候，会议的名称格式
你可以自己定义，比如说我就给他一个电脑的 emoji， 然后线上会议，然后我就说对方的名字，然后我可以给他一个范例，我就说范例，然后电脑线上会议 Diana 这样子。所以我把它关掉之后，我就跟他说，我明天早上6点有一个会议，要跟 Bob 开会，大概2个小时。啊，这个没传到，那我改一下，我先改成10点好了。所以他已经新增了一个，看一下，怎么没有？好，看一下，明天早上10点跟 Bob 会议大概2个小时，应该是更新啊，还没更新好，我来看一下。在前面这里线上会议 Bob，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格式是固定的了，因为我在 System Message 里面去跟他说会议的这个 title 要怎么样加。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早上的10点到12点就有线上会议 Bob， 这就是我刚刚要求他要新增的行事历。所以到这个阶段，你已经可以查行事历，你已经可以新增行事历。在第6阶段，也就是最后的阶段，我们要把它串到 Line 上面去，串到 Telegram 上面去。走！最后一个 section， 来 command 啊，拉，空白键拖下来，按住 Shift 把你的实作区框起来。这都是一些平常很常见的操作，所以要习惯拖一群东西，习惯去移动你的画面，习惯用 Shift 去把大家一起做移动。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区域。今天我要把我的对话框删掉，让它去 Line。如果今天你想要做在 Telegram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章节去。现在我就直接删掉它。我要新增一个新的节点，那这个节点我可以按 Tab， 你可以叫出它，又或是按右上角的加，也可以叫到它。这里呢，我要选 Trigger， 请选 Webhook。你可以想象 Webhook 就是一个桥，那么这个桥呢，我是 N8N， 我 N8N 这里我提供了这个空间，我就说，这个桥给你，我就给 Line， 然后就跟 Line 说 ，Line， 如果今天你有讯息的话，你可以过这个桥，我门开着，你把讯息可以直直的送进来。所以你会现在看到这里有一个 Webhook， 这里有一个连接，这个连接要给 Line。跟 Line 说 ，Line， 如果你的账号收到了任何讯息，请你透过这个桥送进我 N8N 的这个自动化里面。我就在网络上搜寻 Line 官方账号，这里点第一个。进来之后，你如果从来没有使用过 Line 官方账号，你可能会需要填一点基本资料。不过填完之后，你可以再一样到这个界面，再按一次这个登录，我们就会来到同一个地方。进来之后，这里我就打我的信箱，这个是我国小的信箱 gmail.com， 然后我的密码。登录之后，它应该会需要你的认证3779会。进来之后，你的界面会长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是看到这个界面，你就再稍微输入一下一点个人资料，然后再回到管理页面，按登录管理页面，你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到左上角的建立，我们要设立一个新的官方账号，因为你的个人账号其实不能做这种 API 的串接，只有官方账号可以。来登录，这里呢账号，我建议你就打行程大哥，因为你后面比较好找。然后电子信箱我就打我的 YouTube meet688.com。公司不用打，业种它应该属于公众人物的教练。完成。好的，那么当你完成的那个瞬间，你应该
自己的 Line 就会跳出它的通知。我把它点开来，我把它固定画面，把它缩小一点，放到右下角，同意。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我要把它的这个加入好友的讯息把它弄掉，到右上角的设定，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怂，你知道吗？回应设定，加入好友，嘿，拿掉。那么自动回应，你看到我如果说你好，他说哦，感谢你的讯息。No， 我希望是 AI 来回这个讯息，所以呢，这里我就把自动回应关掉。所以我如果再跟他说你好，就不会有人回你。好的，那么等一下我就把它串到 N8N， 那么就会有 AI 来回复我。现在我们回到 N8N，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我现在要把这个连接给 Line， 让 Line 传了一个你好的讯息之后，这个讯息可以好好的被送到我的 N8N。这里，请你把 HTTP 改成 post， 这个就是一个它从 Line post 给 N8N 的过程。那么我就把上面复制起来，到上面的这个 Line 的管理页面，这里你会看到它是 Official Account Manager， 这里可能你要回你的客人消息啊，你的图文选单啊，你要打广告啊，都在这里。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开发，我们现在是 Developer，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开发者界面。脸书也是 ，IG 也是，哦，他们同一家，它的管理页面跟它的开发界面都是分开的。所以这里我到 Messaging API 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启用 Messaging API 服务的提供者，我建议你把它跟你管理页面的名字取一样，因为这样你到时候才对得上。这里我就一样叫它行程大哥。隐私权政策跟服务条款，如果你有卖东西，这里你可能会需要填东西，但我的行程大哥不玩这个。走，好了之后，你会看到下面有一个 Developer Console， 点进去，它会直接跳这个页面。有时候你会跳这个页面，那如果你是跳这个页面的话，你就按右上角的 Console， 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这里我就找我的行程大哥，点进来之后点它。那么这里到 Messaging API 的地方，我们要找 Webhook， 对不对？这里请你把它的 Webhook 连到 Line 上面去。但是如果你找不到怎么办？你很简单，你就按 Command F 或是 Control F， 你就打 Webhook， 这里就可以找到它了。名字都会大差不差的，所以来 Edit， 把你的连接贴进来 ，Update， 这里。很多人很常见的一个错误是，他忘记开 Webhook。你把电灯装了，总不能灯就这样一直开着吧？所以它可以决定你这个灯要关还是要开。这里开起来，下面两个先别管它。回到我的 N8N，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 EXE 看一下它在哪里，它在这里。你把 Webhook 给它接到你的 Agent 来咯，测试。看一下他报了什么错，他就说 outstanding issue， 应该是我们右边的这个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吵到他了，所以你可以按着 Shift 键框住，然后你就按一个 D， 这个区域的内容你按下 D 之后，它会变失效的状态，所以这里我也一样框起来，我按下 D， 所以你会看到它现在变成 deactivate。应该就不会打扰到我们了哦。我来看一下 test， 所以你看，正在等待，正在等待，我要传讯息咯。你是谁？哦，打勾了，过了。问题开始出现，我们来慢慢 debug。你不只要有串接的能力，你也要有阅读错误的能力。所以呢，来吧。来 debug。 首先第一个问题，刚刚我们是聊天室，所以聊天室的讯息可以直接送到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我们连的是 Webhook， 我们连的是 Line， 所以我得跟 AI Agent 说用户的讯息是哪一个。
你看 webhook 进来这里一大堆的东西，所以呢，我要把它变成 define below。我呢，在这个地方你按下 expression，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放一点表达式在里面。我这里要说，这里只能打英文 user message， 用户的讯息，冒号是什么呢？找一下这个你是谁，对不对？我要放这个 text 进去，嘿，放进去了。你看它长长的，不要害怕，你就看下面的结果就好了。结果就是 user message， 你是谁？所以如果我现在换别的字，我如果今天一样的测试，我就跟他说早安。哦，又报错。我们等一下再看报什么错，但重点是你会看到这个 user message 早安。为什么它变了？因为我们用的是表达式，我们呢是放这个格子进来，所以今天这个格子里面装什么，它就会变什么。那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 simple memory 记忆出错了，我们去看一下。他就说你的这个 ID 错了，因为原本这个 ID 是我聊天室的 ID， 但现在是我 LINE 的 ID， 对不对？所以这个 ID 要换。那换法很简单，你就让它 define below， 我来决定什么是 ID。你就下来找一下，你可以找到一个 user ID， 用户的 ID。这个 ID 呢，就是我林尚哲我的个人账号的 ID。所以今天如果有这个 Tiffany 传讯息给这个官方账号，跟林尚哲传讯息给这个官方账号， Tiffany 有一个 user ID， 林尚哲有一个 user ID， 所以他才可以记住说，哦，上一次的对话记录，哦，我看一下，哦，这个是 Tiffany 的对话记录过去，这个是尚哲的对话记录过去，所以他的记忆啊，每一组记忆都会跟着一个 ID， 他才知道我过往的这些历史记录是哪些人传过来的讯息。 OK， 应该不会有错了。我们来看一下你是谁。 OK， 他成功了。但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讯息没有送回来，所以现在你要把讯息送回来。我跟你说，这里就是比较复杂的地方。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你在网络上几乎没有看到有人把 N8N 传到 LINE 上面，因为那真的不是一个太简单的活。来，今天你按着 Shift 键，把这些东西往旁边拉一点。来，我呢要加一个 code， 不好意思各位，猝不及防，没有想到会有 code， 对不对？我已经放在下面了，不要紧张。code 我们要放一点 JavaScript。 今天呢 JavaScript 在这边，请你把这个从 const 开始框起来，把它放进去。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在干嘛。然后呢，我先把它隔移走。你看哦，我如果跟他说，哦不，对不起，大哥你先回来。我如果跟他说我明天有什么行程，你看哦，他会说，给他跑一下，给他跑一下，你会看到他说，尚哲少爷，你明天的行程如下，就早上有鲍勃的会议，然后你要去跑步啊，然后又有鲍勃的会议，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反斜线 N， 对不对？这个是 AI 按下 Enter 键，所以这个讯息会跳行。这个讯息会跳行，但有一个问题哦，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先给你们看没有这一段 code 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我们先把这个讯息送回去，好不好 ？HTTP， 我要选的呢，一样是 post， 从 N8N post 回去，在 URL 的地方，请问那一个桥叫什么？一样，我在这里准备给大家了 ，LINE 的小抄在这里，所以你就把这一个复制起来，这个是 LINE 他们家的桥的名字。
来贴上去。这里呢，我要 send header 跟 body， 这个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到的地方，所以我知道会有点陌生，但做久了你会慢慢有一点印象，会慢慢有一点感觉。来，在名字的地方，我就先把这个小抄拉过来，我先把这个 authorization 就是认证，你可以想象 authorization 这里就是要放你的 API key， 所以它这里就说所有的讯息都可以传到这个地方，那我 Live 不都可以看？但是请问这个讯息是哪一个官方账号的？所以呢，这里我就到我 Line 的最下面有一个 Channel SS Token， 真的感觉，你把它框起来，复制回到你的 N8N， 把它贴上去。但还没结束，你要到最前面的地方，你要打 BEARER 空格，对，就这么复杂。网络上没有人教，我真的也自学了很久。好，我们往下滑一点，在 body 的地方，你要选的是 using JSON， 这是一个储存文字的方式。你会看到就是一点这种程式码。来，我已经帮大家探索完了，这个复制起来。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里面在干嘛。我把它改成 expression 贴进去，你把它展开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呢用一个大波浪框住里面所有的东西，里面分成2个区块，一个区块是 reply token。reply token 它其实包含2种成分，一种成分是哪一个使用者传讯息来的，然后第2个成分是这个 reply token 它是一次性的。所以什么意思？今天如果我传讯息给星辰大哥，就会生成一个 reply token。那我今天在回传给 Line 的时候 ，Line 就会看这个 reply token， 看一下这枚硬币，是领上者，然后就把下面的这个讯息传回给领上者。所以你可以想象 reply token 有点像一次性的身份证。那么它在哪里呢？我就在旁边找 reply token， 这里。你把它拖进来，那在 message 的地方，它预设是文字，就我预设文字。如果你之后有 sticker 啊，你之后有 image 啊，就你可以传图片、传贴图都可以。这里的文字我要放的是 AI agent 的回答。来，我把 output 放进去，你看哦，它预设是右边这个，对不对？看起来很合理，就是说它会这样跳行。但是 JSON 它其实不能让你这样跳。我给大家看，它等一下就会开始大报错，所以我如果今天在没有这个 code 的情况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星辰大哥，我若跟他说你好，然后他就不需要调动形式力，他就说你好，上者少爷，有什么我可以服务的？他没有跳行，对不对？所以这里都不会有问题。但问题就是，我如果在按测试，每一次测试它都要按一次这个 test， 它才会显示这个我正在等待。那到时候你上线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来，就可以一直传。来，我如果跟他说，我今晚有什么行程？来，准备报错。来，错。蹦。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它不是一个有效的 JSON， 为什么不是？这个我真的研究好久，我后面才知道，原来它不能跳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如果在 JSON 里面啊，我如果实际打文字这个反斜线 n， 它也会跳行。我给大家示范一次哦。我如果在这边说你好棒，然后我就打反斜线 n， 开玩笑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这样测试，我就说你好，因为他现在不是回 AI agent 的回答，他是我打的那个你好棒，开玩笑的。你有没有发现他跳一行了？所以今天我希望在这个里面写的反斜线 n， 并不是 AI 实际上按空白键，而是我自己真的写了一个反斜线 n， 这个不一样哦，因为它看起来长得超像的。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在这2个中间放一个 code。那这个 code 只做一件事情，它把 AI 的回答有反斜线 n 的地方，从 enter 变成文字的反斜线 n。我先让这个 code 变成是最后一格，我来测试一下，今晚有什么行程吗？好，这里有送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再把它连进这个 HTTP 的 request。你看前面才有东西，那我就要把它放到下面这个文字的地方，把它改成被 code 改过的格式。所以你会看到，它就没有跳行了，它都是用反斜线 n， 它是用手写的跳行。这样子，我们的行程大歌就差不多完成咯。帮我新增一个今晚6点的会议，跟爸爸。来，准备迎接下午6点，爸爸。哦，再来，我5月9有啥安排吗？哦，5月9有一个跟小白白的 meeting， 所以我把它点进来之后，它就会直接跳到 meeting with 小白白。OK， 所以这就是完整的LINE行程大歌。在这个章节，我们要来串 Telegram。如果你不怎么用 Telegram， 那没关系，可以直接跳到总结。那如果你是 Telegram 的用户，如果你是外国的朋友，来，我们应该在这儿。所以原本你前面有一个聊天室，你的聊天室就可以把它删了。来，我在最一开始的地方，我可以按 Tab 键，这边我可以说我要 Telegram， 它有一个 On Message。这是一个 trigger， 你看到旁边有一个闪电，代表它是立即触发的。点开之后，这里要 select credential， 一样就是要那个 API 钥匙，所以你一样也要先开一个 Telegram 的官方账号。这里呢，你要找的是 Telegram Bot Father 这个机器爸爸。进来之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打开 Telegram， 然后打开来之后，你就会到这边。那这里我就回到。这里我就跟他说，我想要 new bot。他说你想叫什么？我就叫他 calendar bot。哦，那他需要有一个 end name， 然后一定是 bot 结尾的 Nova calendar bot 点 bot。啊，好，成功了。那还记得命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在这边新增一个 credential 的时候，记得帮它取一个好的名字。那在这边 SS token 的地方，你就把这一串 token 复制起来，贴 save 就串完了。这个 Telegram 的串法比 Line 真的是轻松非常非常的多呢。然后，所以我如果这边我把它移过来，我就按测试。我如果在这边就说个嘿。啊，哦，等一下，我应该要传讯息给这个 calendar bot， 所以这里有个 start。那这边就有2个地方要处理，一个要处理的是讯息，因为讯息已经不是聊天室了，所以我们要把 user message， 刚刚是 connect， 我们要改成 define， 在下面的地方我要把它改成这个 text， 把它放进去。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改是 memory 的地方，这里你要放的是 Telegram 的 user ID， 所以找到 chat ID， 把 ID 给它放进去。那
好了之后要把讯息送回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打 Telegram， 然后 send a message， 这里 send a text message， 点下去，一样它就帮你连接了你刚刚的那个 bot message send message。那 Chat ID 因为前面还没有跑过，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断开，我就给它测试，我就跟他说嘿，把它连上去，这里它就有内容了。那我就这边 Chat ID 把它放进去，然后 text 的地方呢，就是 AI 的 agent 的回答。测试，你好，他说你好，善德少爷。那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N8N 的浮水印，把它关掉。到这边你可以按 Add Field， 有一个 Append N8N Attribution， 把它关了，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一样，我们再测试一次。我如果打我今晚有什么行程，所以它就会调动这个 Search Event， 然后查完之后传到 Telegram。今天晚上6点有一个跟 Bob 的会议，看一下。等一下6点有一个跟 Bob 的会议，这样 Telegram 就串完啦。那么不管是 Line 还是 Telegram， 其实它的逻辑都是大差不差的。那么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做到这边，我们就准备进到总结。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自动化的话，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很新的东西，在操作上可能也不是非常透彻的理解。在之后的影片，我们也会慢慢从不同的面向去带大家走过各种有用的 AI 小工具。那么今天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一开始的触发条件是事件，还记得吗？有时间跟事件，还记得那个搜狗百货11点门会自动开，又或是我人走过去，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的触发是一个事件。当我在 Line 传讯息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那触发之后，它就可以查行事历，也可以新增行事历。那为什么要有这个 code？ 因为它如果跳行的话，我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到回复里面，因为它会报错。所以在这一个 code 里面，我做的事情是把它实际的跳行变成文字，变成会。好，那最后就把讯息送了回去。如果你是串 Line 的话，你最后会有一个上线的步骤。你在 Webhook 的地方，你会看到这里有测试的跟 Production。你到 Production 的时候，你复制这个连接，你要把它更新到 Line 的 Webhook 上面去。所以编辑把它更新 Update 之后回来，然后记得你要把你的工作流打开来，这样子你就不用每一次都按测试的按钮了。这里我如果就跟他说你好呀，哦，帮我看看今晚有没有行程好吗？有一个鲍勃的会议，那帮我再新增一个行程，一样跟 Bob， 晚上8点到10点。好，这样就加上去了。OK， 以上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的聊天室跟我们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拍 N8N 的影片，所以再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